血压170，房租3500，存款清零，这就是我在上海混了3年换来的生活。我是不是该去医院了？去啥医院呀？你那血压我帮你看了，回去歇2天就好。说正事儿，我呢是财神爷，真的那种，不是手机里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。看好了，我们这边搞了个县域振兴计划，专门扶持返乡创业的年轻人。我看人很准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干大事的料，就选中你了，老弟，你这命今天开始改了。啥玩意儿？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给你一笔振兴资金，条件是，只能在你们云潭县花。多少？8888万。振兴资金到账！你是真的？假的能给你转钱？行了，今儿到这儿了，老弟记住了，钱只能在云潭县花，出了县界1分都动不了。别想着跑路，跑也白跑。明天0点我准时来。喂，财神爷，真走了？老子不卷了。老弟，今儿的钱到了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林川，你真回来了？不走了。听说你在上海干得不错啊，怎么突然……血压再高下去我就成烈士了。你呢？还在县电视台？编外记者，采访的新闻永远都是县领导亲切慰问和秋季防火注意事项。你呢？真准备回来相亲？你妈昨天还托我打听哪家闺女合适。不，我回来是想把咱们这个小县城重新建一遍。他是不是在上海把脑子卷坏了？钱姐，我这店正要翻修，水泥和砖都等着进场，你看能不能……你那个料我这边暂时发不了，货不在我手里，你急我也没用。那要等多久？等着吧，到货了会通知你。老板，你这店卖不卖？你是？我叫林川，刚回来。你这店，我出双倍价。双倍？签了合同就付钱，不押款。可我这店翻修的砖和水泥……你买店可以，但你的砖、水泥、钢筋，你问问全县谁给你供？你是这条街的供货商？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打算去哪儿进货？今天报名的宫内清空，工资日结比市场价高50%，有技术的老手底薪加绩效，干得好每个月7000往上。老板，你说真的？日结？今天下午3点，带身份证来签合同，不押工资，不欠1分钱。孙少，有个叫林川的刚回来的，要拆老街双倍价买铺面，工资比市面高1半。你帮我查查他什么来路。老弟，你第1天就得罪人了啊！手里攥着全县2成以上的建材供应，他不用跟你吵架，他只需要1个电话，你的货就进不了工地。你斗得过他？斗不过也得斗。行，那你明天怎么办？明天我找人从外面拉货，路远一点，运费贵一点，但只要现款现接，有人愿意送。明儿振兴资金到账，他的货是他的，你的钱是你的，谁先耗死谁还不一定。云潭县，等着吧，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全国最让人羡慕的县城。林总，采访一下，你哪来的勇气一口气吃下整条街？不怕钱桂花卡你货？勇气不是来自钱，来自看不下去。看不下去什么？看不下去这条街明明能活，非要让它烂在这里。看不下去钱桂花那种还能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。他说他供不了货，我就不信全县的建材都姓钱。你现在说话真像个老板。我还是我，只是不用再听别人指挥了。我刚接到通知，这批货暂时不能进，让等。谁的通知？上头传下来的，具体谁我不清楚，就是让我等。不是司机的事，货车调度都在一个人手里攥着，谁端的货不用问，你心里有数。钱桂花，
钱姐，你给我个准话，这货今天能不能卸？林总啊，我也急呀，可货就是到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放心，等货到了，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，最多3、5天，也可能1周。林总，做生意得有耐心。我刚才去后面转了一圈，车全是从一个库房出来的。钱桂花打了个电话，所有司机都停了。他不骂人不打架，一个电话就让你的工地停摆。那就不从他手里拿货。说，钱姐，林川没等你，他下午从省城调了一批货过来，运费翻倍，司机当场拿钱走，是省城东边一家新开的建材商，量不大，但他敢从省城拉货，运费成本低1倍，看他能撑多久。你盯着他的工地，货一到就告诉我。钱桂花的人来看了，让他看。他知道我从外面拉货了，就知道他的铁桶不灵了。让他知道我不缺钱，也不缺胆儿。林总，周师傅，有事儿？我以前跟着钱桂花干过，他欠我3个月工钱。你这边结账真不拖欠？你微信收钱吗？啊，今天的工钱我先给你结了，以后每天下班前钱到账你再走。林总，你这是？林总，我明天7点半就到。钱桂花今天下午去了一趟县城东边，见了个人，谁？孙浩朝，孙县长的儿子。知道了，要不要我查查他底细？不用查，他会自己找上门。老弟，明天振兴资金到账，记着别都拿来买钢筋，给工人发点奖金。钱花在人心上，比花在水泥上值。孙少，就是那小子，昨天从省城拉了一车货进来，都是现款现结。一个外地回来的愣头青，你也能被他吓住？他不买你的货，就逼他买。省城的货到一次，成本翻1倍，他撑不了半个月。我倒要让林川看看什么叫规矩。钱科长，我是浩然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老街那边有个叫林川的，办了个施工许可，你经手的？他那个许可，消防验收这一块过审了吗？钱科长，请问有什么事？你是负责人？我是林川，钱科长，有事。林总，你这工地搞得挺快啊，老街这一片好多年没这么热闹了。工期紧，不敢慢。市里最近新下了一份文件，商业改造项目在动工前需要先做消防安全预评估。你这走得快，这一关还没过。钱科长，这是停工整改通知，不是补充材料通知。哎，文件上得这么写，你签了字补完材料就能恢复，快的嘛，3、5天。3、5天，也可能1周，这个我说了不算，得看具体的复核进度。林总，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的工作。钱科长，这时发的文件，方便给我看看原文吗？文件在部门存档，你要看的话，自己来调阅就行。行，那我今天下午去一趟。林总，我劝你别折腾，你去找文件，找来找去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孙浩然的人，我知道，你去忙吧。我去一趟方涵那儿。你要的文件原文，我帮你调出来了。所以钱志刚说的那份文件确实存在？存在，但他只说了前半句。文件第3条第2款写得很清楚，已经过了施工图审查，不需要停工。他拿那半句话来卡你，是在扩大解释文件的适用范围。那我拿这份文件去找他，他能认吗？他认不认不重要，你拿着这份文件站在他办公室里，他就知道了。你不是那种说2句就认了的人，他背后的人也会知道。钱科长，我查了文件原文，根据第3条第2款，商业改造项目在施工图审查通过后，动工前进行消防预评估。我的施工图已经过了审，不需要停工。林总，那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不是我要卡你，是有人打了招呼。这单子不是我主动出的，是谁打的招呼我不问，但有一件事我想说清楚：环评、安评、水评一次列清楚，我一次备齐，不要今天这个明天那个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林总，你这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你是个做事的人，那我也不跟你绕了。环评和安评你这边确实还没走，但那是后面的环节，不急着现在动。那就谢谢钱科长了。消防这事儿，我帮你稳过出来。孙少，林川把文件原文找到了，对自己查的。我不是说我不想办，但他这人不吃这一套。你看这事儿，要不先缓缓？搞定了，
暂时搞定了。暂时？孙浩然今天出了第一招，被我挡回去了。但他不会停，今天消防，明天环保，后天税务，他能换着花样来。他爸是县长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我拿钱斗。他有权，我有钱；他有关系网，我有一套规矩，看谁先撑不住。你这么乐观？不是乐观，是他那一套，迟早会过时。我先回了，明天还有采访。今天谢了。我没帮你什么。你来了就够。林川，你是江黄远，新来的县委书记。江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人要把整条街拆了重建，我过来看看，你介意吗？随便看。这进度一天能干完3天的活，工人干得快，我给的工资高，他们走了，他们愿意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一大半在外面打工。你刚回来几天，我把工资给够，他们就不走了，消费在县里就活了。难怪有人坐不住了。江书记说的是孙浩然，昨天监管科来贴停工通知，你做的不错，这事儿传得这么快，在县里谁昨天怼了谁，第2天全县都知道了。孙县长那边年底要换届了，他比你急。那你今天来不只是看工地的吧？我是来看人的，看你值不值得我站台。那你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好好干，程序的事儿我兜着，谁卡你直接找我。这人靠谱吗？他说刮骨疗毒，能做到的人不多，他要是能做到，云潭县就有救了。我刚查了一下江华远的履历，35岁，清华硕士，省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，之前在省纪委干过3年，办过几个大案子。孙家根有多深？他到余地县孙县长干了6年，县里大半的部门一把手都是他提拔的。江华远现在是光杆司令，你这个工地是他唯一的筹码。那看来我更不能输。老弟，那个新来的书记不错，我帮你查了，他背景硬，能处。你还能查这个？那可不，你以为我光会给你发钱？我是财神爷，跟天上地下的人都有交情。行了，话带到了，明儿0点，钱到账。谢了。钱志刚那个废物，一张停工单都贴不住。孙少，那慧香新书记是不是故意冲着咱们来的？他刚来，没有根基，只能靠林川搞出点动静来给自己立威。所以只要把林川按死。林川昨天让人联系我了，说要大批量采购建材，现款现结，你答应了？哪能呢？我说库存不够，暂时接不了单。做得对，钱姐那边已经断了，你这边再断了，他林川就只能从省城拉货。孙少，他那边工地上有20几个工人了，全是本地人。工人好办，林川给多少工资我给多少，倒贴钱也要把人挖过来。没有工人，他那条街就是一堆砖头。林总，我今天来不了，我老婆不让我来了。怎么了？钱桂花的人来我家了，说要是我还敢去你那儿干活，以后我在县里就别想待了。你老婆还在哪儿？告诉我地址，我派人去接。你安心来干活，谁敢动你和你的家人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林总，那我明儿还来。钱桂花这是要把人挖空，不止老周一个人。今天上午已经有5个工人说家里出事情，工资加多少？钱桂花开的是我们的1.2倍，1.2倍不够，加到不了几天，他撑不住。那我们成本，他那个钱是从孙浩然手里过的，每一分都要记账。我们不一样，钱在我自己手里，没有中间人。行。各位工友，今天林总让我转告大家一件事：从明天开始，所有在岗工人的工资在原基础上再翻1倍，所有家属公司统一安排住宿，孩子上学，公司负责联系学校。别麻烦，临时说的工资双倍的房子、学校学负责，你们谁奥斯密给吗？你们回去。翻倍？他疯了吗？孙少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带着钱回来的，不是贷款，不是借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他好像真的是用自己的钱在砸。省城那车祸，人家司机当场拿现金走的。来路不明最好，他就得滚出云塘县。爸，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对，就是那个林川，你帮我查一下他的资金来源，我怀疑有问题。我知道，只要查到位，他就跑不了。老弟，那个孙县长准备查你的资金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小陆下午告诉我了，孙县长走的是反战中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查不到你的账户记录，你那钱走的不是普通银行通道，但他是县长，他查不到就会换方向，查税务，查用工，查一切能查的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干。行，那我有句话送你：钱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你把钱花在工程上，花在工人手上，花在这座县城的每一块砖上，他们查不出任何问题。他查他的，我干我的。他终于来了，可能是陷阱。孙浩然让他来试探你的。这2天他从省城拉的货都停了，工地上没人再被挖走。他试过了，发现压不住我。那你见吗？见，让他来。
林总，我今天来是跟你说句实话。孙浩然那边我攻不动了，你从省城拉货之后，他让我压价跟你抢，我没抢赢，他也就不怎么理我了。下面的人也开始往你这儿跑，我这边已经没什么能拿住的了。钱姐，你今天来不是来诉苦的吧？你这边如果还要料，我能供，价格按市场走，不议价、不卡货、不拖账。你现款现结，我当天发货，当天清账。条件呢？孙浩然那边，如果他要我断你的货，我会告诉他断不了，但我需要你保我。他那边我已经回不去了，你要是也不收我，我就真没路了。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以前你多收的管理费全部退还给商户。第二，你下面的人签正规劳动合同。第三，孙浩然如果再用你当枪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不需要你站队，我需要你提前报信。林总，我干了20年建材，从来没跟人低过头，但我服你，这3条我都答应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孙浩然最近在查你的资金，他找了他爸的关系，走的是省里反战的渠道，你小心点。他说的能信吗？他今天来是因为他已经没退路了，孙浩然那边断了他的渠道，他只能靠我这边活着。老弟，他今天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孙浩然那边已经断了他的货，他没别的路可走。你收他是对的，他现在顺风，会跟你好好干。但以后如果风又转了，他还会再选一次，所以合同要签死，让他退不回去。我知道，我让方涵把合同条款锁住3年。行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，记着，收人容易留人难，你给他路走，他才会替你挡路。2000平全做超市，你疯了？你知道这么大的超市要多少货、多少供货商、多少员工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把你请来了。我在永吹干了11年，从理货员干到区域经理。你让我回来，就是为了在县城开超市？不是为了开超市，是为了让这条街活过来。你要开，我就帮你开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工资我按市场价拿，不要高薪。为什么？干砸了我心里过不去。拿市场价是我能力不行，拿高薪是我人品不行。成交。生鲜供货商找了4家，日用品供货商找了7家，价格压下来了，比市场低1成。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了3句话：现款现结，长期合作，量大。这3句话加在一起，没有供货商能拒绝。而且你的货到了之后，工人当场点数，钱当场结清，司机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。专业。开业特价，鸡蛋、大米、食用油全部成本价出，前3天只赚人气不赚钱。亏的是开业第1天的利润，赚的是以后的人气。放心，有人买就好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后边还有更多的动作。苏婉哥来了，就在外面，开着一辆黑色轿车。让他等一下，我弄完这批货。林总是吧？久仰大名，我看了你那个超市，2000平，开业第1天，客流量至少3000人，很厉害。苏总大老远从省城过来，不是专门为了夸我的超市吧？我确实是为了你来的。你在云潭县搞的动静，省城那边已经有人注意到了。我入股你的项目，我出钱，你出人，利润55开。我如果不同意呢？那我会很遗憾。不过林总，孙浩然那边不会只卡你1次，你需要一个能帮你挡住行政压力的盟友。我有江书记了。江书记管不了孙县长，孙县长的上面另有其人。云潭县的根比你想象的深。苏总，我不需要资金，我需要的是资源。省城的关系、渠道、消息，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可以合作。但如果只是资金，我不缺。你是我见过最不好糊弄的人。资源换合作，我先帮你把省城建材渠道打通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成交。这个女的不简单，她不是来帮你的，她是来看你这场仗怎么打的。打输了，她转身就走；打赢了，她第一个扑上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跟她换资源，不绑定。行，记着资源是借的，地盘是自己的，别把借的当自己的。省城那个女人来了。跟林川在茶楼待了快1个小时。孙少，我想那边不能给你断他货了。什么事？省城那边已经打通了渠道，我再卡也没用，而且他现款现结，我下面的人已经开始问我钱姐为什么不接他的单。我没有站谁，我只是不想把自己搭进去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今天查了半个月查不到，他每天几万的往工地上砸钱，眼睛都不平下一下。孙少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喝酒。喂，我等不了了。他要真和省城的人联手，咱们就再也没机会了。
爸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只要让人去查他那个超市的消防，关他几天，没有就过了。他那个超市撑不过1周。你知不知道江淮源已经盯上我了？他调了我近3年的溃蓝就摸底。林川做大查他那个超市，江淮源有政绩，他就更有底，他动你。最后一次，不要太过分，不要让人抓住把柄，拖住他半个月就行。林总呢？在里面跟方涵通电话。消防停业，孙县外省在消防，正常复核要1周。我要更快的办法，找江淮源，他会跟孙县翻脸。消防那边我打电话了，下午就能恢复营业。但林川，你记住，这一次我帮你挡了，下一次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下次我自己来。还有一件事，孙县长最近在找人调查你的资金，他找的是省里反诈的渠道。你的账户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老弟，撬门锁查消防，这姓孙的招数老套但有用，后面排着税务劳动监察市场监管局，他爸年底退了，他要赶在那之前把你摁死。我知道，撬锁那天我就知道了。那你怕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干。他们不会停，我也不会。行，那我告诉你个事儿，那孙县长查你资查了半个月，毛都没查到一根，他现在已经开始慌了，慌了就会出错，你等着看戏就行，用不了多久。他出他的招，我见我的成。第2条街在这条路，老城区北街，比老街小一些，但有40多家铺面，都是老房子，拆迁难度更大。我了解过，北街住户多，商厦少，拆迁谈判难度大，需要政府出面协调。我可以让街道办出面做动员，但钱你得自己出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拆迁顺利，我3个月能让北街变样。你知道你现在的名声在县里什么样了吗？什么样？有人说你是财神爷，也有人说你是来圈地的，有人盼你赶紧来拆他们家的房子，有人天天去你超市门口拍照举报，有人盼就好，怕的是没人理我。你是林总吧？我是北街的住户代表。拆迁补偿标准已经出了，你可以看。补偿确实不低，但我有个问题，这条街上住的人大多数是老人，他们不识字，不懂合同，你不要用那些弯弯绕的东西糊弄他们。我不仅不糊弄你们，还会给你们找律师，合同你们看懂了再签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去做大家的工作。今天下午，孙浩婵去找了孙县长，在办公室里待了快1个小时，出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。他爸没同意他的要求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好像是孙县长他这段时间低调点，说县里现在有人盯着他们。江书记动手了，什么意思？江记说孙县长在查我的资金，但他没告诉我，他也在查孙县长，他在等孙县长出错。林总的补偿方案大家都看过了，安置房在老街那边，新楼有暖气，有电梯，愿意要现金的也可以拿现金，里面没有坑。我仔细看了合同。那孙浩源呢？这条街的改造不是他的吗？我们签了合同，到时候他来找麻烦，谁挡？做参与这个项目，这条街是我在做，是跟我在做。签字之前可以找律师看清楚每一个字，看不懂的我让人一条一条念给你们听。老街那边的新楼我看了，比我家的破房子好10倍。我活到70岁，第一次有人要给我换新房子住。老弟，你签了40多份合同，手抖没抖？抖了，抖就对了。说明你记得自己扛着多少人的饭碗。那40多户人家把房子签给你，是把命交到你手上了。你好好干，别让人失望。不会的。那就行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，该拆拆，该建建，走了。省里那个电话打通了吗？通了。刘副区长说他那边已经了解情况了，但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才能出面。什么证据？或者资金异常的证据，工程违法的证据。他需要一个名义才能向县里过问。可是县长，上次查了他的工地和超市，什么都没查到。那就去查他身边的人，他的钱没问题，他身边的人不一定都没问题。明白了。怎么了？有人今天上午去了一趟老周家，来的人自称是劳动监察的，问老周有没有被强迫加班，有没有被拖欠工资。老周说没有。那些人问了1个多小时才走。他们不是冲着老周去的，他们是冲着证据去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让老周通知了所有工人，如果有人按时发，从不加班，待遇比县城任何地方都好。做得对，他们找不到工人的问题，就会换方向。换什么方向？如果他们能说服一个供货商承认给了回扣，就能把这事儿定性为商业贿赂。这个
确实有人可能被收买，所以我们得在他们动手之前，把供货商的合同全部重新签一遍，在每份合同里加一条，双方确认本合作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，违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明白了，我今天就联系所有供货商。我收到一个消息，孙浩然今天下午见了省城来的一个人，不是上次那个商会的，是另一个。什么来头？省城一家调查公司的，专门做商业背景调对手的资金来源、股权结构有没有官司在身。孙浩然找人查你不是通过官方渠道了，他走的是民营的路子，他查不到官方的，就开始走野路子。这种调查公司路子野，可能会挖到银行流水、关联公司，甚至你以前在上海的社保记录。如果他们挖到什么东西，哪怕不是实锤，只要递到省里，就够你喝一壶的。我没什么可挖的，让他们查。那我让方涵那边也盯一下，万一他们用非法手段，我们手里能有东西反击。可以。老弟，孙浩然找的那个调查公司我查了一下，就是个专门替人挖黑料的二流机构。去年给3家公司的老板做过背调，没挖出什么正经料，倒是被其中一家告了侵犯隐私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财神爷，钱往哪儿走我就知道哪儿。那他们能查到什么？查不到，你的钱走的不是普通银行渠道，他们连个正经账户都找不到，查来查去只能查到你公司注册信息，干干净净，你只管干你的活就行。你这话我爱听。行了，振兴资金明儿0点到账。孙浩然那边查不出东西，他会换招，你等着接招就行。今天来了快100个人了，大部分都符合条件。招，有多少要多少。签底薪，他疯了，他一个西光公司要发10几万。孙少，咱们要不要也涨？涨什么涨？我那些铺子的租金1年才多少？我涨工资，铺子还赚不赚钱？他招人是吧？那就让他招不到人。你去告诉劳务市场那边，谁给林川干活，以后就别想在云潭县接任何活。各位，吃了吗？你是林川的人吧？是。有人说，谁敢去林川那儿干活，以后就别想在这儿接活了。各位，我只说一件事，林总那边工资日结，从来不欠1分钱。谁敢因为你们去他那边干活而报复你，你们来找我。你说真的？我说真的。这菜真不错，比我家媳妇儿做的好吃。那你以后天天来吃。我真想天天来，可孙浩然那边，你从后巷来，没人看见。你去干活，只认林总的合同，不认孙浩然的规矩。出了事，我们兜着。我就干了。老弟，这行行。他们信我，我就得对得起他们。哎，那就对了。明儿振兴资金到账，记着，人心比钱贵。刘处，麻烦你跑一趟，这是我的材料，资金不明，手续存疑，用工违规，您过目。这些材料多少是实的？大部分是实的，资金那条还没查到实锤，这个其他不是，其他都是小事。孙浩然今天上午见了省里的人，某部门一个处长，跟他爸是老同学。省里的人没答应他，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他谈成了，现在已经得意洋洋来示威了。他没来，说明省里的人没接他的材料。他把行政渠道走不通，省城关系也帮不了他。他下一步会做什么？如果我是他，我会走最后一条路。你的资金禁得住查吗？禁得住。孙浩然今天下午见了省一家调查公司的人，不是官方渠道，是民营的，专门做商业背景调查，查资金来源、股权结构有没有官司在身。如果他们挖到什么，哪怕不是实锤，只要递到省里，就够你喝一壶的。那他们如果挖不到呢？孙部长，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要么认输，要么做更蠢的事。老弟，孙浩然找调查公司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他走投无路了。走投无路的人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认命，一种是拼命。你选了接招吧。要么认输，要么做更蠢的事。来吧，我在这县城待了30年，30年，他回来2个月，就要把我的一切都拿走。我有活给你，
帮我查一个人，不是查，是教训，要狠，不用搞出人命，但要让他怕。孙少，你喝多了吧？我没喝多，你干不干？孙少，你那个事儿圈子里都知道了，你对付的那个人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背后有省城的资本，还有县委书记，谁敢碰他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敢？县长，这是江书记那边转来的几份审批记录复验件，他说让您过目。他什么时候拿到的？好像是昨天。浩然那边还在折腾吗？孙少昨天喝了不少酒，今天还没起。让他起来以后来见我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找江书记汇报工作。林川，你别以为你现在赢了，县城的根你还没摸到。我没想赢，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。你如果愿意好好做你的生意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争的。你跟我争的是生意吗？这里谁的规矩管用？谁的规矩管用，不是看谁在这里待得久，是看谁能让这里人过得更好。我今天去见了江怀远，他手里有我3年前批的2个项目的记录，流程不完整，但问题不大。问题在于，他掌握了那些记录，说明他已经不是来摸底了。江航远给了我一个选择，这届任期结束，我主动调去市里一个闲职，他不深究以前的事。你答应了？我没有别的选择，继续斗下去，我可能连这个退路都没有。那我呢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也该有个新的开始了。新的开始，好一个新的开始。孙浩然走了，你觉不觉得空？觉得。他爸答应了调任，这县城以后没有孙家了。我知道。你赢了他，高兴不？谈不上高兴，只是觉得走了个挡路的，但路还在前面。这就对了，往前走的路比挡路的人多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。老弟，接下来的路你想好怎么走了吗？上个月全县新增常住人口437人，大部分是回来务工的。437人，不多，但比去年全年加起来都多。江书记那边传话说，西山那块地县里批下来了，你可以去看。走，去西山。我做了2周的勘测，地下50米就有稳定的地热资源，水温65度，流量也够用。这个地方做温泉度假条件很好。多久能出完整的设计方案？如果你要的是超一流标准的设计初稿，最快2周，但施工周期至少半年。半年就半年，你来做方案，我来出钱。老弟，温泉小镇这块地我帮你算过了，下面水热，上边地空中虫岩够多，这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地方。半年施工期能扛住，但你要记住，工期拖1天，成本翻1倍。开工之前把工人们住的地方先解决好，让他们住得踏实，活才能干得踏实。我知道。老弟，你下一站想好了吗？温泉小镇建起来，县城就留得住人了。那建起来之后呢？再说。行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。老弟，
建成的人从来不问建完之后怎么办，问这个的都建不完。温泉小镇这块地已经正式开工了，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？建厂。什么厂？工业园区。云潭县不能只靠超市和温泉活着，得有工业，有厂子，有稳定的岗位。那就建。工业园的地我给你批，但你得先把温泉小镇稳住，不能两头踏。温泉小镇是孟祥家在定，工业园我自己定，老百姓才能留下来不走。这块地有80亩，原来是县里一个旧厂房拆出来的，地上没什么东西，平整一下就能用。那就平整，通知施工队下周进场。厂子建好了，招人吗？招，5000底薪，周薪制，5险1金，包食宿，跟超市一样。那省城的厂子要疯了，让他们疯去。我上过初中，能认字儿，以前在广东干了8年，今年刚回来。你们这儿真的不拖欠工资？不拖欠，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是1周1结。行，那我报个名。老弟，一个温泉小镇，一个工业园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温泉小镇留人过夜，工业园留人干活，留得住人，县城就活了。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，这两头同时开工，你的钱是够，你的精力不一定够，你得找人来分担。孟祥家盯温泉小镇，方进盯工业园，我盯全球。行，那明儿振兴司机到账。老弟，两头一起跑的人跑得慢，但跑得慢的人不容易摔倒。省城寄来的永昌集团正式公函，不是试探，是正式的。温泉小镇2期配套项目开发意向函，措辞很客气，但他们提了一个关键词：资源整合。意思是要进来，要参与，而且不是小打小闹。永昌集团在省城做了10几年，做的都是县域项目。我们查过他们在其他县的合作模式，前期配合，中期渗透，后期掌控。他们跟孙浩然不同，孙浩然是硬揽，他们是软融。走，去一趟县委。资源中和4个字是他们最常用的开篇语，意思很明确，他们不是来提要求的，是来表达我可以帮你的。但后续的发展路径通常是你用了他们一次，就被绑定了。所以我没回复，先来跟你商量一下，看怎么应对。永昌集团的背景比孙县长深得多，他们跟省里几个业务部门都有长期的联络，不太可能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压住他们。我的建议是先见人，但不承诺，见了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谈合作的，还是来占位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见的时候只谈具体项目，不谈框架协议。框架协议一签，主动权就出去了，让他们在具体环节上投入，但整体方向留给自己。明白。去吧，他们应该已经派人来了。老弟，永昌集团这个资源整合我见过，他们不是来搞建设的，他们是来占位置的，先帮你配套，后拿你主导。你找江怀管是对的，他说的也对的。我知道，所以这次见面，我打算只让他们看工地，不让他们碰规划。行，记着，对手的资源是好东西，但资源进来的时候，你要先确认他带不带绳子。刚收到消息，永昌集团的人已经到了县里，带队的是他们的副总裁赵玉成，明天上午想见你。让他来吧，我正好想看看他们这次准备用什么方式开口。林总，久仰，永昌集团赵玉成。赵总请坐。温泉小镇1期的主体进度我了解过，你用了不到3个月把主体结构到这个程度。我看过县里其他同类项目的施工周期，一般这个体量要半年左右。工人3班倒，材料供应不中断，速度自然就上来了。今天来是想谈温泉小镇2期配套项目的合作。
我们这边不碰1期，不碰运营，只负责2期商业配套的品牌引入和规划。同时，我们对2期项目的规划主导权提一个要求，由永昌集团负责。赵总，规划主导权这个事儿，我不能给。林总，我解释一下，我们说的主导权不是控制权，是业态统筹的主动权。商业配套的品牌标准、空间规划、商户筛选标准由我们来定。因为我们在省城做了10几年的商业配套，手里有一批成熟的品牌资源，知道什么品牌能活，什么品牌留不住人。我理解你们的资源很强，但温泉小镇是整体规划，1期和2期的设计语言必须统一。如果2期由你们来主导规划，风格上大概率会脱节。我要的不是各自精彩，是整体一致。林总谨慎是对的，那我换一种说法，永昌集团参与2期配套，规划标准和品牌标准由我方提出，但最终方案由双方确认。这不算主导权，算共同决策。赵总，你换了说法，但实质没有变。规划权还在你手里，共同决策这4个字听起来公平，但你提出标准我来确认，确认的权限往往是被动的，真正的主导权还是在提出标准的人手里。那林总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合作的事我们后续再沟通。好，保持沟通。他走的时候没生气，跟来的时候一样，笑着走的。这种反应不太正常。如果他真的想合作被拒，至少会有失望的表情。他没有，因为他今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他不是来谈合作的，他是来摸我的底线的。他知道我的底线是规划主导权不转移，他要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儿，然后回去重新算账。他回去之后会换一种方式再来，不会提主导权这3个字，但会在别的条款里把同样的内容装进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等他下次来的时候，他的条件会换，我也要提前想好哪些能接，哪些不能接，能接的接多少。老弟，赵玉成今天来摸清了你的态度，他知道你不动规划权，这个信息在他手里比一份签了字的合同还值钱。我知道，但他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会准备好新的东西。记着，让人摸不清你的底才是最可怕。林总，跟你说个事，昨天有2个自称省城规划社教院的人来工地，说要调研县域文旅项目，我没让他们进。什么样的人？一男一女，穿着挺文件夹和相机，说话客气，但问的问题很具体，问我们的设计单位是哪家，施工队从哪里调来的，地基用的什么标号混凝土。你没让他们拍？没让。我说工地施工期间不接待外部人员，有需要可以走正式渠道。做得好。他们今天要是再来，还是不让进，但你别跟他们起冲突，就说需要预约。我查了一下，那2个人不是省城规划设计院的，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外聘调研员。那家公司跟永昌集团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他的主要客户集团旗下的2家子公司。绕了3层，最终还是赵玉成的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拍工地照片，问混凝土概率，这些东西又不是什么机密。他们不是来偷机密的，他们是来确认进度的。赵玉成上次当面被拒后，他需要知道我们的施工到底到了什么程度。如果进度快，他就换方式；如果进度慢，他就继续施压。那就是来摸底的。对，所以他的人下次再来让他们看，设计图纸在孟祥家手里，施工标准在你们手里，他摸不到核心就行。明白了。另外，让孟祥家那边的施工计划表再紧凑一些。赵玉成看到我们的进度越快，他就越明白他手里的牌不够用了。老弟，我注意到你刚才的安排，让赵玉成的人看进度但不碰核心，这是对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赵玉成知道你进度快之后，他可能会换更快的打法。他不跟你打地面战了，可能会直接去省城吹风。到时候你的工地再快，省里听到的可能是另一种声音。那就让省里也听到我的声音。苏万哥那边已经在帮我递话了。那就行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。记着，他知道你的底牌，你也要知道他的下一步。他们走了正式渠道，对工地的，不是私下递的。这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被公开审查的准备，条款写得很规矩。条款确实没有越界的地方，不碰1期，不碰运营，只参与2期商业配套的品牌引入和规划。但他们换了一个说法，业态统筹权。我也看到了，他们换了名字，但实质没变。商业配套的业态选择、品牌标准、空间规划由他们来统筹。你不接受主导权3字，省里那边可能会有人问，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接？对，这是他们的算盘。条款写的是越界就越高，你拒绝的是一份看起来很合理的建议书，所以我不能直接拒绝。那你怎么接？我接受他们的资源支持，但不接受他们的业态统筹权。他们在2期配套里可以引入品牌，但标准和规划由我方来定。他们愿意做就做，不愿意就算了。还有一件事，
省里那边最近可能会有人过问温泉小镇的进度，你那边资料准备好，别到时候措手不及。好，我回去让方进整理一份汇报材料。去吧。业态统筹权这个说法不接受，改成品牌引入建议权。他们可以提建议，但决定权在我们手里。这样他们可能会觉得被拒绝了2次，他们要的不是1次2次的答应，是最终的控制权。我每退一小步，他们就会进一大步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能让。那他们会不会干脆撤了？会。赵玉成不是那种碰壁就撤的人，他今天撤了建议书，明天就会换一个角度再来。所以我们的回复要明确，不关死门，但也不开窗。老弟，你这份回复函写的不错，不拒绝资源，不交出决赠权，这是对付赵玉成最好的办法。他进不来也挑不出毛病。对，但他不会一直在门口转，所以他下一步会换方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再准备了。行，明儿振兴资金到账，记着，他换方向的时候，你要比他换得更快。赵玉成回省城了，跟省里的人吃饭，话里话外暗示温泉小镇需要成熟的外部资源。他是在给省里吹风。接下来2周是关键，你在工地这条线不能停。工地不会停。赵玉成在省城动手了，他造他的事，我建我的城，话再好听也挡不住实的。提前2周，能不能做到？好，我今晚重新排计划。进度提前了，材料资金我配合。老弟，提前2周，这事儿能成，钱够人够材料够，就差一个决心，你有了。赵玉成在省城造势，他让省里的人觉得温泉小镇便缺一个成熟合作伙伴，那我就让省里的人看到，没有他，温泉小镇的楼照样能按时封顶。你说的对，他说的话再好听也挡不住实的，你楼盖起来了，他的话就不响了。示范区的地基已经全部浇筑完了，入口接待区的框架也立起来了。如果材料供应跟得上，1个月能把示范区整体做出来。1个月能出示范区，这个速度够快，但也说明这段时间不能有任何环节断电，材料、人工、天气都不能出问题。所以我最近都在盯材料进场的节奏。钱贡花那边确认过了，他优先安排我们的货，只要他不卡，这边就不停。那就好。刚才门卫打电话来说有人在工地门口站着，我过去看了一下，是韩正清。韩正清，他不是下周才到吗？他说是路过，顺便看看，但我看他不像是路过，他站在工地门口，把咱们的施工密量图看了快10分钟。走，去工地。林总，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韩老师能来，求之不得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提前说了，你们就要准备，准备了，我看的就是准备好的。那就看看真实的工地吧，请。养护做得很到位，表面没有裂缝，温度控制的也不错。你们用的混凝土壁号是多少？ C40，比常规标准高了一档。C40用在文旅项目的地基上，够用了。你们这个项目的施工标准，比我想象的要高一些。林总，我来之前，省城那边有人跟我说，云塘县温泉小镇的施工标准可能跟省里的要求有差距。我过来看了一眼，差距是有的，不过是比想象的好，不是比想象的差。韩老师，省城那边有人递话，我知道，但工地上每一块砖都是我看着垒起来的，标准不会降，进度不会停。示范区1个月后能交出来，到时候你可以亲自来看。好，1个月后我会来。他提前来，说明他听到了风声。赵玉成在省城那边的动作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他这一趟是来确认的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你的工地是不是真的像赵玉成说的那条件还不够。他看了之后，心里就有数了。他回去应该会把反馈递上去，省里的名单很可能提前下来。够。省里的考察名单出来了，云潭县在列。名单下来了，赵玉成那边呢？名单上的考察项目里，赵玉成的名字也出现了。永昌集团被列为配套资源推荐合作方，不是主导方，不是参与方，是推荐合作方。对，这个措辞是临时加的。省里在配合单位一栏里专门写上了永昌集团的名字。这省里确实受他影响了，推荐这个措辞没有强制力，但他在文件上出现了，就给了赵玉成一个名分，省里认可的可以参与的角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让他参与。他现在是推荐的，如果他超出了推荐的范围，我这边有理由退。那我去准备一份合作边界清单。不用急着做，先等赵玉成下一步的动作。省里给的名分，赵玉成一定会用足。我得在他到之前，把边界的底牌先想清楚。喂，名单下来了，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云潭县在列，赵玉成也在列。推荐合方
房这个做词很有意思，不是指定，不是邀请，是推广。所以我不是拒绝他，我是欢迎他参与，但参与什么由我来定，这个几句全起。你确实想得挺周到。人到哪儿了？刚下高速，估计半小时到。他来的比我预想的快。因为他知道名单一旦公布，就是最好的敲门砖，他不用再绕路了，他可以直接敲门。那就让他敲。赵玉成来了，安排在哪个会议室？主会客室。不用等，直接让他进来。老弟，你看到没有？推荐合作方，省里玩了个文字游戏，把赵玉成这个外人变成了被推荐的人。他拿着这份文件来找你，你不能说他是私下来谈的，他是省里推荐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他来了，我不会拦他进门。那你想好了怎么欢迎他进来？他在名单上是配套资源推荐合作方，品牌引入、商户对接、资源导入，这些他可以做。规划、标准、运营不碰。行，记着，明儿给台自己刀，他会自己选怎么进来，你只要不让那扇窗通到你屋里就行。林总，又见面了。这次是来跟你沟通说明名单上的写赵总请坐。推荐合作方是什么意思？上次回去之后，我认真想了想，你考量与干溜我也能理解，所以我这次来是真的带着诚意的。这次我想以推荐合作方的身份与您合作，我就做合作方，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品牌商户对接、资源导入、活动策划以及支持，这些事我完全可以胜任。哦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，但合作总有第一次。现在你做主，我做执行，你定标准，我找人，你不点头，我不动，这个姿态总够了吧？赵总，那我也说清楚，你能做的是配套资源的对接，品牌商户的选择，资源的准入以及最终验收由我来定。你引入的资源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，我有权否决。可以。而且你对接的所有资源，需要经过我这边确认后才能进入园区。可以。赵总答应的这么痛快。林总，我是来跟你合作的，这事儿做成了，我也有利益。我为什么非要争主导权？争不赢的事儿，我不争了。那就先按这个原则来，合作的事让方总对接。好。他这次的笑不一样，像是在彰显什么。彰显他进来了，但进的是我划好的区域，都是外围的事。你觉得他会不会从外围往内渗透？他一定会。所以我让你来对接，你盯住他引入的每一样东西，只要超出边界，立刻停。明白？老弟，赵玉成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听起来确实很诚恳。但你要知道，是他发现硬抢抢不赢，换了个法子。他只要进来就有机会，让方进盯住他，没错。他现在反而让我更警惕。上次他要主导，我还能直接拒绝。这次我拒绝了，反而显得我不近人情。你小子总算想明白了，你说到点上了。最狠的不是明抢，是让你无法明面上拒绝。赵玉成那边的人发过来的。第一批品牌商户推荐名单一共6家，他说这些商户都是省城做文旅商业的成熟品牌，可以直接入驻温泉小镇2期。6家都是永昌集团自己参股的，没有一家是独立的第三方。我查了，6家公司5家有永昌集团的股权记录，剩下那家虽然没有直接持股，但实际控制人和赵玉成是旧交。他说的外部资源本质上还是他自己的人。他说的配合到自己人身上了。如果他推荐的商户都是自己人，温泉小镇的配套业态就变成了他的产业链。那怎么回复？回复他，首批资源建议接收，但需要提供独立第三方的品牌评估报告。我要看到这个品牌在别处运营的真实数据，而不是他给宣传资料，说明他确实是在推成熟品牌。如果他给不出来，那就是他想把温泉小镇变成永昌的第2个商场。那我这样回复他，对，语气客气一点，感谢赵总推荐，我方需要核实品牌资质，以便后续对接。不拒绝，不答应，先拖住。林总，品牌评估数据我这边需要时间整理。不过我想先说明一下，这几家商户确实跟我有关系，但关系是合作关系，不是控制关系。他们有独立运营能力，只是借用了永昌的渠道资源在省城拓展。如果你需要第三方数据，我可以安排你直接跟他们的运营团队沟通。可以，那就安排他们自己来跟我说。如果他们的运营团队能拿出独立数据，我就放心。好，
我来安排。赵总，我不是在刁难你，温泉小镇的品牌标准是我定的，商户进来之后要跟一期配套共生，如果品牌调令不符，所以前期把关严一点，后期麻烦少一点。林总，我理解，那就按你的标准来。他答应的还是很快，所以他在准备。他愿意让第三方来沟通，说明他确实有东西。但他有没有东西跟我要不要用是两回事，等数据来了再说。老弟，这6家公司我帮你算了一下，5家跟永昌有股权关系，1家有关系。赵玉成说他是配合，但他推荐的商户都是他自己的人，他在用配合的名义把温泉小镇的商户渠道换成他的关系网，所以我要他提供第三方数据。如果他真能拿出第三方数据呢？你放不放？放，但放之前我要加一个条件：商户入驻之后，运营数据的定期汇报由我这边统一收集，不给赵玉成掌握数据的权限。行，记着，他给你看大门，但钥匙得在你手里。数据跟宣传资料对得上，没有明显夸大。这几个商户质量确实不错。赵玉成这回拿出来的东西有分量，没拿垃圾糊弄我。那我们放行，放，但加一条，入驻后所有运营数据定期同步给我，不经过赵玉成，商户直接对接孟祥家。明白？我下午跟他们确认。面谈结束了。赵总来了，怎么不进去？我在里面他们会不自在，让你们谈清楚就行。我就路过，顺便看看。情况是商户质量不错，数据也对得上，我这边放行。行，后续对接我让他们直接找孟祥家，不经过我。我已经交代过了。林总，你信我了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在我的规则。那如果我一直按你的规则做，你能一直让我在规则里待着吗 ？No。能就行。赵玉成今天是专程等在门口的，他不是来看情况的，他是来确认一件事。你能不能接纳一个按你规则走的对手？我接纳了。你觉得他后面还会动手吗？会，但不是现在。他现在需要先证明自己有用，把商户引进来，把2期配套做起来。等配套稳定了，他可能会换姿态再试了。到那时候，温泉小镇的运营体系已经成型，他想动也动不了了。那就先合作着。对，合作着，盯紧着。老弟，赵玉成先站在门口等你，他不是在等你放行商户，他是在等你接纳一个曾经遇者，你熟了人。他愿意按规矩来，我就能给空间；但他如果不按规矩来，空间也是可以收回的。行，明儿振兴到账，你很全收揽你的归走，收资源时的资源比100批商户都值钱。